你好，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个很多语言学习者可能都会遇到的，小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或者说外国人，自然的开始聊天，打开那个话匣子。哦，这个确实很重要，很多人可能有点数这个。对，我们手头正好有你分享的那份挺详细的指南。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从里面梳理出最实用的一些方法和思路，让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能更有信心、更自如的去交流。是的，这当然是练习语言的绝佳机会。但说实话，面对文化差异或者语言障碍，心里有点打鼓也是正常的，是吧？没错，非常正常。而且这不仅仅是练习说话技巧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开始理解和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说得好，是连接文化的桥梁。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这个准备工作、文化意识还有对话策略有效地结合起来。好，那我们就从准备工作开始吧。指南里好像特别强调，充分的准备是建立信心的第一步。对，是基础。这个准备大概可以分3个方面来看。3个方面？语言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还有就是对情境的准备。好的，那我们先看语言上，需要准备些什么呢？最基本的，你得有一些启动潜水。启动潜水是指？就是基础的词汇和短语，比如问候，你好吗？自我介绍，我叫什么？还有礼貌用语，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这些就像是钥匙，能帮你打开对话的门。这些是必备的。然后可以围绕一些比较安全、常见的话题做点准备，比如天气个人爱好、旅行经历、食物，这些都比较中性，可以预先想几个问题，比如你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或者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吗？准备些问题能避免到时候冷场。对，还有一个语言上的点，就是发音发音。对，尽可能清晰的发音，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解。这个可以通过跟读音音，或者用一些语言学习 App 来练习。确实，发音清楚了，对方听懂了，自己信心也会足一些。那第2个准备，心理层面呢？我看笔记里提到了一个成长心态，这个挺有意思。这个成长心态非常关键，它的核心就是不要害怕犯错误。说起来容易，确实需要练习，就是你要把犯错看作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失败。一个学习的机会。对，比如你说错了一个词儿，或者语法不对，发音有点奇怪，没关系。大部分母语者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你愿意沟通的这份努力和尝试。这样想，压力好像小一点了。对，另外设定一个实际一点的目标也很有帮助。实际的目标，比如你的目标不一定是要进行一场完美无瑕、长达半小时的深刻对话。也许就定个小目标，这次我要成功地介绍我自己，并且问对方一个问题，或者就聊5分钟，了解对方的一个爱好，或者从对话中学到一个新的词或表达。积少成多。没错，还有个小技巧，就是积极地进行心理预演。预演，在脑子里想一遍。对，在脑海里想象一下对话可能怎么开始，你会说什么，对方可能怎么回应，这样能有效减轻临场的焦虑感。这个方法不错，有点像运动员比赛前的模拟。有点那个意思。最后一个准备是情境意识。情境意识是指就是你要考虑你和对方所处的具体环境。场合很重要。非常重要。你在哪里？是在一个语言交换活动上，还是在旅游景点偶然遇到，或者是在线上平台交流？不同的情境，你的开场方式和聊天策略可能都要调整。能举个例子吗？比如，你如果在一个文化节活动上看到对方也在饶有兴趣地看某个展位，你就可以很自然地过去问：你以前来过这个活动吗？或者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这就是利用了共同的情境。明白了，因地制宜。对，好，语言、心理、情境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但感觉接下来这个文化差异是个更大的坎儿。文化意识这部分确实需要特别注意。指南里说，沟通风格差异会很大，非常大。文化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怎么交流、怎么理解信息、怎么表达自己。如果缺乏这种敏感性，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造成误解甚至冒犯。
那反过来说，了解这些差异，就能更好的连接。正是如此，了解并尊重差异是建立良好跨文化沟通的基础。那具体有哪些差异比较常见呢？一个很典型的就是直接和间接的沟通风格。直接和间接？对，比如一些西方文化，像美国，可能倾向于更直接的表达，他们可能会直接问你的看法，或者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开门见山？是的。但像日本或者其他一些亚洲文化，可能沟通方式会更委婉、更间接。他们可能需要先通过一些闲聊，就是所谓的暖场，来建立一种和谐的氛围，然后才慢慢进入正题。这个确实要注意，不能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套用。对，没有哪个一定更好，关键是观察对方的风格，并且试着去适应。除了说话方式，还有别的吗？比如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和个人空间也是个大学问哦。不同文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眼神接触的频率和时长、手势的使用都有不同的规范和习惯。比如呢？像在拉丁美洲的一些文化里，人们交谈时距离可能比较近，肢体接触也比较多。但在北欧或者东亚某些地方，人们可能需要更大的个人空间，过多的眼神接触或者手势可能会让人不适。所以要察言观色。对，观察对方的反应非常重要。如果你靠近一点，对方下意识后退了，那你可能就得保持稍微远一点的距离。这个很实用。那有没有一些话题上的雷区需要避免？这个也有，尤其是在刚认识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快说说，避免踩雷。一般来说，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个人的财务状况，比如收入多少，这些话题在很多文化里都属于比较私人的范畴，不太适合跟陌生人或者刚认识的人深入探讨。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对，所以初期最好还是坚持一些比较中性、安全的话题，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爱好、旅行、工作，只问职业类别，不问具体收入等细节，学习等等。明白了。那如何通过行为举止来展现尊重呢？恰当的问候方式是个好的开始。比如，在很多英语国家，见面时微笑、眼神接触、握手，这是很常见的。但在泰国，可能更常用的是 Y， 就是双手合十的问候礼。提前了解一下对方文化背景下常见的问候方式，会显得你很有礼貌和诚意。这个功课得做。还有，使用幽默要特别谨慎。为什么？开个玩笑活跃气氛不好吗？幽默感是非常有文化 specific 的，在一个文化里觉得很好笑的梗，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完全 get 不到，甚至可能引起误解或反感。确实，翻译过来的笑话经常不好笑。对，所以在你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个人风格之前，最好避免使用讽刺、自嘲或者比较复杂的玩笑，保持真诚和友好是更稳妥的方式。那积极倾听呢？这个应该到哪里都适用吧？绝对的，积极倾听是表达尊重的通用语言。具体怎么做才算积极倾听？不仅仅是听，还要让对方感觉到你在听。比如适动的点头，保持眼神交流，当然也要注意文化适宜性，有些文化里过度直视可能不礼貌。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哦，是吗？或者简单复述一下对方话里的关键信息，像所以你刚才提到你很喜欢滑雪，这都表明你很投入，很尊重对方的分享。这些小细节能传递很多信息，非常重要。总的来说，文化意识的核心就是保持开放、尊重和灵活，观察、学习、调整。如果发现对方对某个话题反应热烈，那就不妨深入聊聊。如果感觉对方比较保守或者不愿多谈，那就自然的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灵活性是关键。对，好了，有了充分的准备和这份文化敏感性，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实战环节了。指南里介绍了不少具体的对话策略，先说说怎么破冰吧。破冰就是打破最初的沉默和陌生感，有几个方法挺好用的。一个是真诚的赞美，注意一定要真诚。怎么说？比如你可以说你的英语中文说得真好，听起来很地道，你在哪里学的？或者你戴的这条围巾颜色很好看。这种具体的发自内心的赞美，
通常让人感觉舒服。这个比较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方法是利用共同的环境或者经历，就像刚才举的文化节的例子。对，比如你们都在同一个咖啡馆，可以说这家咖啡的拿铁很棒，不是吗？或者今天天气真好啊。这种方式能迅速建立一个共同点，立刻拉近距离。还有就是多用开放式问题。开放式问题区别于那些用是或否就能回答的问题。开放式问题通常以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开头，鼓励对方给出更详细、更丰富的回答。比如，与其问你来这里旅游吗，不如问是什么吸引你来这里旅游的呢？或者你今天怎么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呢？这样更容易引出故事和细节。这个技巧很重要，能让对话延续下去。对，那对话开始了，如何让它流畅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几句之后就没话说了，陷入那种尬聊。维持对话确实需要一些技巧。我看到你笔记里你提到了那个 FORD 的方法。对 ，FORD F-O-R-D， 这是什么？这是个很实用的框架，提醒你可以从4个方面来寻找话题。F 代表家庭 family，O 代表职业 occupation，R 代表闲学 recreation，D 代表梦想或愿望 dreams。家庭、职业、闲学、梦想。对，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性地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了解职业。你周末通常喜欢做些什么来放松？了解闲学。或者你家人也在这里吗？如果场合合适，可以聊家庭。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或者想做的事儿？了解梦想。这个框架像个话题库，能避免冷场。是的，这些话题通常比较个人化，容易找到共同点或者感兴趣的点，让对话可以深入下去。当然，也要注意观察对方的反应，不是审问式的挨个问。自然的切入。那在聊的过程中，积极倾听还是很重要吧？非常重要。要维持对话，光自己说不行，更要认真听对方说，并且要通过回应来显示你的兴趣。怎么回应呢？比如，可以通过总结对方的话，所以你很喜欢户外运动，特别是爬山，或者提出跟进的问题。你提到你喜欢滑雪，那你最喜欢去哪个滑雪场呢？这样会让对方觉得你真的在听，并且对话既感兴趣。这也是一种鼓励对方继续说下去的方式。没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平衡说与听的比例。平衡？对，虽然要积极倾听，但也需要适当的分享一些你自己的信息和想法，完全不说话也不行。一个比较推荐的比例是，大概70%的时间用来听，30%的时间用来分享，这样既能了解对方，也能让对方了解你，形成双向的交流。70-30原则，记住了。但如果在交流中真的遇到语言障碍了呢？比如没听懂对方说什么，或者自己想表达，但词汇卡壳了。这个情况很常见，不用慌张。那怎么办？如果没听懂，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礼貌地请求对方澄清。直接说我没听懂，会不会不太好？不会，你可以用更委婉的方式，比如不好意思，你能再说一遍吗？或者这个词儿我不太熟悉，你能稍微解释一下吗？或者我还在学习，说慢一点可以吗？大多数人都很乐意帮助你理解的。诚实的表达困难。对，如果轮到自己表达困难，比如想说一个复杂的句子，但卡住了，怎么办？试着简化你的句子，用更简单、更直接的词语或句式来表达核心意思。比如，你想说，我目前正致力于系统性地提升我的语言熟练度，以期达到更高水平，但说不出来，你可以简化成，我想提高我的英语中文水平。化繁为简。对，有时候非语言沟通也能帮上大忙。比如微笑、点头，或者用一些简单的手势来辅助你的表达。面部表情也能传递很多信息，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语言上的不足。沟通不仅仅是说话。是的。好，聊得差不多了，感觉气氛也挺好。那怎么优雅地结束这次对话呢？总不能聊着聊着突然就走了吧？
自然的结束对话也很重要。首先，可以表达感谢，感谢对方。对，可以说跟你聊天非常开心，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些，或者很愉快能认识你，这样表示你很珍惜这次交流。表示感谢。如果你感觉这次交流很不错，并且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联系，可以适当的为未来敞开大门。怎么说呢？可以说，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能再聊聊，或者如果情景合适，比如在社交活动上，可以问问是否方便交换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加个微信、WhatsApp 吗？当然，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和对方的意愿。看情况。最后就是给一个自然的结束信号，避免突然顿断。可以说，时间不早了，我差不多该走了，但是真的很高兴认识你，或者我得去找我的朋友了，保持联系。这样就比较礼貌和自然。对，整个过程走下来，从准备到破冰，到维持对话，再到结束，感觉一次成功的交流背后要做的事情还真不少。对话结束了，但这事儿还没完，是吧？我看指南最后还强调了反思。对，反思和复盘，对于语言学习者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反思，你才能真正从每一次的交流经验中学习和进步，而不是每次都重复同样的错误，或者停留在原地。那具体怎么反思呢？对话结束后，可以花几分钟，或者稍后有空的时候，回顾一下这次互动，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哪些地方我做的比较好？是成功的用了心血的词汇，还是自然的开始了对话，或者维持了比上次更长时间的交流？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庆祝这些小小的胜利，这能增加信心。先肯定自己。对，然后也要思考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是不是有哪个词当时想不起来卡壳了？是不是对某个文化习俗理解有偏差，导致了小小的尴尬？或者是不是某个发音一直不准？找到问题点。还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感受。这次对话过程中，我感觉怎么样？还是很紧张吗？还是比上次放松了一些？结束后是觉得疲惫，还是觉得更有成就感了？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也很重要。全面的复盘。对，反思之后，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根据反思的结果去弥补不足。比如刚才对话中听到了一个生词，或者有趣的俚语，像笔记里提到的英式俚语 chuffed， 表示很高兴，那就把它记下来，去查查意思和用法。积累词汇。如果发现是发音问题，那就找些材料，或者用语音识别 add， 针对性的练习。如果觉得是某个话题聊不起来，那就下次提前准备一些相关的表达。针对性改进。如果有可能，向交流的对方请教反馈是最好的。比如，我刚才那句话表达得清楚吗？或者和你的语伴一起练习模拟场景。寻求反馈。每一次成功的交流，哪怕只是几分钟，都会巩固你的信心。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有针对性的练习，你会发现自己能够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交流情景。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实践中学习，通过反思来提升。正是如此。指南里好像还提到了几个常见的挑战和应对方法，比如害怕被评判。对，这个很常见。应对方法就是不断提醒自己，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很欣赏你学习他们语言的这份努力的。他们关注的是沟通本身，而不是来跟你挑错的。心态调整。那万一真的不小心因为文化差异说错话或者做错事了呢？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失误。如果不小心发生了，最重要的是诚诚的道歉。可以说，非常抱歉，我可能不太了解这里的习惯，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请原谅。然后从中学习，避免下次再犯。真诚道歉，然后学习。对，还有时候可能会遇到无话可说的窘境，这个确实尴尬。这时候提前准备一些备用问题就很有用了。比如可以问一些更开放的关于对方文化的问题，你最喜欢自己文化的哪一点？或者你的家乡有什么特别的传统吗？这类问题通常能打开新的话题。准备救场问题。还有就是口音障碍，有时候确实因为口音问题听不懂对方。除了请对方说慢一点或者重复，也可以尝试用一些手势或者指指点点来辅助理解，或者请对方写下来。不要因为听不懂就放弃沟通。多种方式辅助理解。对。
听你这么一梳理，感觉清晰多了。总的来说，这份材料给我们的核心启发就是，想要成功的和外国人开启并进行对话，不是靠运气或者天赋，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步骤来实现的。的确是这样，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涉及到事前的准备。语言、心理、情境的准备。对，然后是过程中的文化敏感性，理解并尊重差异，注意沟通风格、话题禁忌、肢体语言。没错。接着是有效的对话策略，如何破冰，如何用 FORAD 方法维持对话，如何应对语言挑战，如何优雅结束。对，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对话后的回顾与反思。通过反思来学习和进步，把这几个环节结合起来，持续练习，任何人都能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这不仅仅是为了把外语说得更流利，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能极大地丰富你的个人体验，让你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生活视角，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所以，下次当你再遇到能和外国人交流的机会时，别犹豫，深呼吸，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就去尝试开始那场对话吧。就像你说的，你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是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也留给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一个小小的问题去思考。请讲。当你越来越熟悉，并且开始在实践中运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跨文化沟通的要点和技巧时，你有没有想过，这会不会也反过来悄悄地影响或者改变你使用母语进行沟通的方式呢？它会不会让你重新审视一些在自己文化背景下习以为常的沟通假设或者习惯？这或许是一个更有趣的关于沟通本身的深入探索。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沟通的学问无处不在啊。Thanks for joining us.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